这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又爆发内讧，两支俄军部队发生猛烈交火，俄军搬来救兵也没用，乌军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泰国海军斥资 1.07 亿美金购入以色列赫尔墨斯无人机，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又爆发内讧，两支俄军部队发生猛烈交火。据乌克兰军事在线报道，位于北顿涅茨克北部佐洛塔里夫卡定居点附近的俄军第208独立哥萨克机动步兵团与俄军的第4机动步兵旅发生猛烈交火。报道称，俄军第208哥萨克机动步兵团率先开火，随后俄军第4机动步兵旅发起反击，双方甚至出动了装甲车等重武器。这一仗导致21名士兵被打死，63人受伤，外加5辆装甲车被击毁。从伤亡情况来看，双方的交火是如此猛烈，以至于俄军完全停止了对乌军斯洛文斯克方向阵地的进攻。据透露，目前这两支俄军部队的指挥官均已被撤职，这两支部队都隶属于俄军第2集团军，由所谓的顿涅茨克共和国民兵所组成。至于火拼的原因，目前众说纷纭。有的说法是误击导致紧张的双方仓促开火，有的说法是两支部队谁也不愿意打头阵执行进攻任务，陷入激烈争吵后最后导致开火。真正的原因恐怕无从考证，毕竟俄罗斯国防部对这类事件几乎从不提及，不承认也不否认，更别说将调查结果公布了。但火力军更倾向于后者，毕竟俄军自遭遇了灾难性的哈尔科夫大溃败后，其在赫尔松地区陷入了几乎被掐断补给线和撤离通道的困境。在顿巴斯地区，俄军虽然依旧保持着进攻的态势，但明眼人都清楚，俄军在该地区的进攻态势更多的是一种姿态，除了表明俄军仍在这里掌握战场主动权之外，就是试图吸引部分乌军力量，为其他战线减轻压力。因此，俄军在该地区的进攻是骚扰性的，或者说是象征性的，跟此前的北顿涅茨克至利西昌斯克的大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俄军征召的预备役尚未大量上前线之前，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必须动起来并发起反攻。但这种进攻的规模大多是连排级的，没有太多的计划性，更别说更高层次的协同了。这就是像每天的应付攻势。但即使是再象征性的进攻，俄军的一线基层官兵也得走出攻势，主动将自己暴露给严阵以待的乌军。而前线阵地上的乌军一旦发现俄军进攻，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开火，只需要告知后方炮兵炮击某处即可。可想而知，这种进攻对俄军的基层士兵而言是多么的难受，不想白白送死，却又无法拒绝。毕竟俄罗斯国内刚刚修订过的法律，军中拒绝执行命令者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战场上甚至会被当场执行纪律。但俄军士兵又都不愿意执行这种无意义的进攻行动，怎么办呢？只能将打头阵的光荣使命交给兄弟部队了。不论真实原因如何，但不得不说，这一架打的是真够生猛的。一个团打一个旅就能打出21死63伤，外加击毁5辆装甲车，这打乌军都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战果吧。而类似的内讧交火事件此前就在俄军中发生过，之前在赫尔松地区充当督战队的车臣部队试图没收布里亚特部队的战利品时，双方就因分赃不均大打出手。那么火力军就好奇了，当俄军那30万预备役入场后，会不会互相打起来？是我多嘴了，因为已经在打了，只是还没有发武器，动的是拳脚。征召的人员在出征的大巴前就开始群体互殴了。讲到这里，火力军不得不佩服俄罗斯人是真的猛，这个猛是贬义还是褒义，就由观众们自行决断了。俄军搬来救兵也没用，乌军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早在9月13日，乌军就表示首次在战场上击落了伊朗提供给俄军的沙希特136自杀式无人机。该款无人机出现的地点为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附近。由于是被乌军提前击落，因此其并没有对乌军目标产生威胁。伊朗这款自杀无人机采用的是三角翼布局，机头是一枚重达50公斤的弹头，能够在空中长时间巡航。当发现目标后，会采取自杀式攻击的方式将其消灭，一般对轻型装甲目标或者无防护目标，比如雷达、火炮、火箭炮等防御薄弱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俄军得到的伊朗无人机显然不止这一款。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9月23日，乌军又击落了一架伊朗制造的迁徙者6无人机。该款无人机与前面提到的自杀式无人机不同，堪称伊朗版的 TB2 无人机。同为侦察攻击无人机，并且造型极为相似，但考虑到其零部件大多为商用产品，其实际性能与可靠性能很可能与 TB2 有相当差距。早在7月初，美军就透露，伊朗开始对俄军培训操作使用无人机的技术，同时伊朗还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架无人机，并随后在8月，美方监测到伊朗的波音747货机曾飞赴俄罗斯。美方认为这正是伊朗正在向俄罗斯批量交付无人机的证据，而仅仅1个多月以后，伊朗的无人机就上了战场，这也印证了美方的消息准确性。但话说回来，俄罗斯为何宁可放低身段，使用伊朗的无人机，也不用本国的无人机呢？一句话总结，就是俄罗斯的水平实在是太烂。此前，俄军在600公斤级察打一体无人机领域就一直是弱项。俄罗斯自行研制的前哨 R 无人机，其实是以色列搜索者2的仿制型，从2009年就开始研制。当年，俄罗斯从以色列引进一批搜索者2无人机，并与乙方商定组装生产，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以色列拒绝继续合作，俄仿佛无奈之下进行了国产化替代工程，直到2022年3月才完成国产化替代的武器改装，在4月份曾首次在俄乌战场上露面，很快就在乌东战场被乌克兰捕获，送给西方研究后，北约惊奇地发现，俄罗斯实施的国产化替代工程实际上就是进口西方民用级元器件，代替了原有的西方军用级元器件，这国产化替代水平连印度人都直呼专业。俄罗斯山寨后的前哨 R 无人机内部，俄罗斯自己生产的部件非常少，该机的改进重点是乌拉尔光学机械厂研制的光电吊舱，能够引导激光制导炸弹，因为这玩意儿实在没办法在外国买，因此只能自己研制。除此之外，该机的发动机是德国的单缸航模机，无线电系统是美国的民用产品，甚至还有韩国和日本的元器件。总之是个货架部件大杂烩。而从俄罗斯向伊朗进口无人机后就立刻投入实战来看，这表明俄军对自己生产的无人机完全没信心。从这个角度而言，伊朗无人机还是有2把刷子的。尽管其水平距离国际标准还有差距，但2把刷子也是刷子，比起俄罗斯这样连1把刷子都搞不定的主，伊朗无人机技术也算是天花板了。泰国海军斥资 1.07 亿美金购入以色列赫尔墨斯无人机。根据泰国皇家海军 RNT 9月26日发布的公告，泰国已与以色列埃尔比特国防公司签署合同，购买该公司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该款无人机在泰国海域开展巡逻，以保护泰国海域和航线的主权，同时还将协助执行海上救援任务。而这并非泰国首次购买该公司的无人机，早在2017年，泰国皇家陆军就从埃尔比特公司购买了赫尔墨斯450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泰国陆军航空中心的第21航空营运作，主要任务是侦察、监视和通信中继。此次泰国军方购买的赫尔墨斯900型无人机是以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为基础改进而来的。在2009年，埃尔比特公司对该型无人机进行了试飞实验，2010年正式投入使用。该款无人机在尺寸和外观上与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相似，翼展为10米。空中逗留时间比赫尔墨斯450型更长，达到了36小时，载重量达300公斤，这意味着以每小时125公里的速度飞行。该型无人机的最大航行范围是4500公里，并且还可配备地狱火导弹。2014年7月15日，在加沙地带保护边缘行动期间，以色列空军装备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执行了首次作战任务，并通过空袭摧毁了武装分子使用的设施。在整个行动中，该型无人机累计飞行的时间达数百个小时，出动架次超过100次，证明了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泰国军方这次的购买展示了其维护领海主权的决心。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伊朗无人机能否对乌军产生威胁？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